这里有几件事情是 Professor Bante 要让大家知道的。第一点，早前这个影片有人看见昆爽 Point 的船开着的时候，发现他的船尾有一个疑似被拉着的东西，所以就有人怀疑是他拉着 Dangmo 的尸体，所以需要看回 Dangmo 哥哥 Dayot 的影片。如果真的是 Dangmo 的尸体，从后面这个角度看，我们肯定会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能清楚的看到只是浪而已。第二点 ，Robert 案发当晚穿的鞋子，这段影片当时大家都在猜测他鞋子上红色的东西会不会是血迹，结果显示 Robert 从一开始还没有上船之前所穿的鞋子是红色的，而鞋子上的只是它的颜色，而不是血迹。第三点，早前这个影片让大家认为 Dangmo 有可能在船上遭到袭击，可是事实上，如果根据时间线 ，Professor Bante 认为这段时间并不是他遭到袭击的时候，看起来像是担心，然后把手举起来，或者把手举起来扫头发等等。唯一可以非常确定的是 ，Job 把物品丢进河里。另一点是，这个摄影者也确认了 Dangmo 并没有在船上，因为船上只有3个男生还有2个女生，总共有5个人而已。如果还有其他人在船上，一定会看到的，因为那艘船并不是很大。第四点，这个影片大家也怀疑过这2个人是否在搬运 Dangmo 的尸体，因为这个地点跟找到尸体的地方非常靠近，可是答案早在3年前就已经有了，就是这个影片。会被错过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所有人的目光只专注于那艘船一直绕来绕去寻找 Dangmo， 或者是那个划船的人，而忽略了这2个人到底在做什么。Professor Bante 继续解释，第一个人走过去把网丢了下去，之后走去围栏那里，再走回去跟第2个人讲话，再之后他就双手拿着东西走回去。可是问到拿着什么东西，他也不清楚，可能就是一些捕鱼工具之类的。但是很显然就不是 Dangmo 的尸体，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个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搬的，需要至少2个人才能。另一方面，续上一个影片说到警察中尉 Wichai 和 Witit 没有出现之后， Witit 写了一个非常长的文字解释，而这封信长到以至于让大家好奇，这到底是 Witit 自己的想法，还是背后有人教唆的？这封信差不多要念7到8分钟才能念完。总结来说，就是这封信像是解释 DSI 没有足够的权利让他去给予口供。关于这一点 ，Professor Bante 解释 DSI 是可以调查的，因为他们正在调查的是案件是否有政府人员没有履行职责或者不当的履行职责，以帮助船上的人。这个也是因为21名警员提告 Kun Ajaria， 而法院判他无罪开始的案件，跟 Witit 以往处理的案件并没有任何的关联。那个是关于疏忽而导致他人死亡。至于有没有权利，这是 DSI 总司令发布的批准调查信函，他已授权开展这次调查。根据特殊案件法 23/1 条文第2项，指定特殊案件专家 Natapon 负责进一步处理以及通知请愿人。另一个是 Natapon 被委托负责案件的信函，里面同样有特殊案件法 23/1 条文第2项。根据这个特殊案件法 23/1 条文第2项，总司令可以提出建议给特殊案件委员，哪一个刑事案件可以成为特殊案件。接着是特殊案件法21条文第1项，总司令应当命令特殊案件调查员寻找初步证据，并且可以把相关资料交给 MBDC。根据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规定，特殊案件调查人员有权利调查案件。而检察官 Namte 表示，根据他们发布的特殊案件法 23/1 条文是允许传唤的，不出现的相关人员将会面临坐牢的可能。根据刑法第368条文，相关人员履行职责将会被视为违法，监禁10天。除此之外，刑法第172条文，你来了可是提供虚假证词，就会再监禁2年。总结就是，如果你不来，你就会被监禁10天；如果你来了提供假证词，就会被监禁2年。3月17号的时候 ，Professor Trin 还有 Professor Bante 开了一个讲座会，感觉是类似犯罪学还有草药和医学的讲座。其中他们也说到了一些关于 Dangmo 案件的事情。
Professor Chin 说，关于伤口，他询问了6个不同国家专门处理水上犯罪还有伤口的专家，已经有2个国家跟他确认这不是螺旋桨的伤口，以及这个伤口并不能在掉下船的情况下造成。由于有一些人还是会说这些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指控他只是根据现阶段的 trend 来讲话而已，都没有资料证据等等，所以他会让这些世界级专家自己去跟 DSI 说明。另外一件好消息就是，他请来了一位拥有近30年调查类似案件经验的 FBI agent， 一起协助调查 Dangmo 的案件。而关于 GPS 也已经说过很多次，3年前的数据没有现在那么多，3年前蝙蝠寺庙的事情没有被提到。他想知道为什么，第一组的人必须给予解答。他们给机会让调查人员来提供证词，而不是让他们来质问 DSI 有没有权利传召他人。他也强调，如果你被传召协助调查，而你有志愿精神，真的想要帮忙，你会直接过来提供证词而已，就这么简单。现在告诉 DSI 你们没有权利，会显得很搞笑，只会让大家觉得事情更加有问题而已。另一方面， Ben 表示他认识 Paul， 早在2年前一起上了一个课程认识的，知道他是其中一个跟 Dangmo 出游的人后，他当下马上打给 Paul， 因为他要知道 Dangmo 在哪里掉下河，他们才能够帮忙。可是 Paul 并没有接电话，早上的时候 Paul 才打回来说 Dangmo 掉下河的事情。那你没有帮忙寻找吗？已经找了，找到累了，我们累了，所以我们先回去。所以你们找到了？还没有找到，你们怎么可以回家呢？因为我累了，是这样吗 ？OK。那时候 Ben 没有想这么多，因为不知道是案件或者什么，在那之后他们就没有联络对方了。关于这个案件，他只是觉得好奇，那个船在行驶中，为什么不要叫他们先停下来？即使是他们玩那种船尾拉着一条绳子的活动，他都不敢在后面小便，为什么不要停下来才去小便？再来就是关于 Paul 的 statement on 疏忽导致他人死亡。记者得到的 statement 是当天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帮 Paul 开船，所以他只能自己开。这个 statement 跟 Dana Creek 是不一样的。Dana Creek 说 Paul 根本没有问过他们，也是 Paul 说想要自己开船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船上 DNA 的。法证文件里面有所有人的 DNA， 其中也包括 Dana Creek、Beer 还有 Rang Surat 等人的 DNA。目的是为了查看这些人的 DNA 出现在船上的哪个位置。结果显示在当天的船上并没有找到这3个人的 DNA， 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点。因为 Beer Chen 他就是在凌晨1点到3点之间开船去蝙蝠寺庙帮忙寻找 Dangmo 的人。关于褐色衣服， Dana Creek 说他可能知道是谁的了，应该是在 Paul 他们之前的一批顾客忘记带走留下的。Professor Bante 表示，即使是这样，也应该先检验清楚，因为现在只是口头上说的，不管怎样，报告里面至少都必须写下来。另一方面，3年前在第2次的尸检过程中，大家是其中一个进去观察的人。他说基督教的社群，大家彼此都很亲近。当时 Dangmo 的爸爸生病了，当时他也有去帮他祈祷，他爸爸也在当天去世了，也因此让他们彼此更加熟悉对方。关于第2次的尸检，不管是妈妈身边的人、亲戚也好，或者教堂都好，他们想要寻找一个可以进去参与尸检的人。他解释，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过程不被信任的问题，所以需要一个中间人的没有涉及法律事务、跟亲属关系无关的人去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有好几个人选，但是最后他们选择让他去。他也很好奇为什么会选他，谈过了之后才明白，因为要去查看过了一段时间的死者遗体，这对每个人来讲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也因为他在2005年海啸的时候做了救援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他有机会参与这件事情的原因。被问到海啸罹难者跟 Dangmo 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地方，他说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海啸罹难者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的遗体就在现场，就像照片会看到的肿胀或者其他症状。可是 Dangmo 不一样的是，它被放进冷藏室保存，所以就会变成另一种状况，跟那时候新闻看到的样子会不一样，感觉就像是类似干掉，皮肤也变了另一种颜色。那时候他跟 Dr. Bondip 一起进去，他看见整个过程像是把遗体转过来，查看一些有疑点的位置。这过程他得到一些答案，也得到一些提问。他认为大家也知道 Dr. Bondip 很专业，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觉得这是不正常，或者这是正常，但是不应该是从这样发生的。如果以一个不是读法医学的人的角度，他只是听这些专家的解释，他看到的一点也是大家都在提出的疑问，
就是那一个不像是船尾掉下河所造成的伤口。他也一样有疑问，可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几时以及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他们都能同意的，就是事情发生后的调查过程并不寻常。一个掉下河失去生命的人，事情应该不会那么复杂的。他也看过很多类似的新闻，因为有很多因素，像是自己掉下去失足什么的。可是为什么这个过程会牵连这么多人，看起来会那么复杂？这就是让他觉得有些东西还没有被解答的原因。关于牙齿，他当时也看见了是没有断裂的。可是如果问他在那之前牙齿是否有重新弄过，他不清楚。他只能说当下就是看到没有断裂。他也问过医生，医生告诉他是没有办法造假的。另一方面，由于之前的采访，大家听了稍微有点困惑，不懂 Beam 是几时以及拿到什么样的照片，他们就再次去跟他确认，因为这有关于双人合照到底有没有被剪辑的事情。如果 Beam 在当天晚上就拿到了，就代表没有被剪辑。Beam 说 Bodica 只发了一张照片给他，当时是他老婆问为什么 Gatik 没有告诉记者 Dengmon 穿什么衣服，这样子比较容易找到他。可是当下大家都很急忙的去寻找，直到隔天他老婆才联系 Bodica 才叫 Gatik 发给记者。他也确认他没有拿到双人的合照，只拿到一张单人照，并且是在白天的照片。而这一点呢，也是我发现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案发当天晚上11点多他拿到这张照片，是不是也是有点不太对？因为照片里面并没有穿外套，那他们在寻找的过程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忽略了这一点？所以 Gatik 发的照片会不会也稍微有点不合理耶？回到这张双人合照，目前能确认的是 Bodica 在案发后的隔天早上7点52分的时候发布了这张双人照，意思就是中间有差不多7到8小时的时间。先不说这张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如果要弄，Mr. X 说设计师可能平均1小时左右就可以弄好。